热度破圈背后的情绪引力。一部作品若想在开播首日便脱颖而出，绝非偶然。野河荒长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被期待到被追捧的跨越，首日热度突破8373万，并迅速登顶3大榜单。这种成绩不仅意味着流量的集中爆发，更说明观众的情绪被精准击中。不同于单纯依赖话题营销的剧集，野河荒长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强烈的情绪牵引。他没有急于抛出高潮，而是用细腻的叙事节奏，一步步引导观众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正是这种慢热但不拖沓的表达方式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，形成持续追剧的动力。卡戎与翟一营的第3次合作，被不少观众称为封神级搭档。但所谓封神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标签，而是无数细节堆叠的结果。3次合作带来的不只是熟悉感，更是一种无需言说的理解。他们在对戏时的节奏、情绪的接力，甚至一个眼神的停顿，都显得格外自然。这种默契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在多次合作中逐渐形成的信任与共鸣。观众之所以上头，并不仅仅因为角色设定吸引人，更因为演员赋予了角色真实的生命力。那种仿佛他们本就该如此相爱的感觉，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。野河荒长最动人的设定之一，是将爱情放置在时间的长河之中。从青涩的校园时期到各自成长后的再度相遇，这段关系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岁月中不断被重塑。少年时期的懵懂，成年后的克制，再重逢时的复杂情绪，这些阶段层层递进，使得情感更加立体。观众不仅是在看一段爱情，更是在见证两个人如何在时间中成长、改变，又重新靠近。这种时间感让剧情拥有了厚度，也让每一次对视、每一次靠近都显得格外珍贵。如果说甜是吸引观众的入口，那么遗憾才是让人无法释怀的核心。野河荒长并没有回避错过、误解与分离，反而将这些元素作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正是因为有遗憾，重逢才更显珍贵；正是因为经历过失去，情感才更加深刻。剧中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，错过的瞬间，被时间冲淡又重新唤醒的记忆，都在无形中放大了情绪的张力。这不是刻意制造虐点，而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表达。人生本就充满不完美，而真正动人的爱情，往往诞生于这些不完美之中。野河这一意象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作品，并非只是表层的审美选择，而是一种深层叙事策略。它不仅是对野河个体命运的象征，更是对一种生命姿态的隐喻。在无人注视的角落，依然选择生长；在环境不友善的现实中，依然保持自我。野河的成长轨迹，正如野河一般，不依赖外界的精心呵护，也不借助任何被安排的顺境。他的每一步前行，都带着现实的重量与自我选择的痕迹。这种自发生长的力量，使他的坚韧显得尤为真实。他不是无坚不摧，而是在一次次动摇之后，依然选择站立。他的温柔也不是天性柔弱，而是在理解世界复杂性之后，仍然愿意温和对待他人。沈确的出现，则为这一形象提供了情感与精神上的光源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光并非拯救式的降临，而更像是一种回应与照见。他不是改变野河的人，而是看见他、理解他，并与他形成共振的人。这种关系的建立，使两人之间的情感更加立体而可信。因此，他们的关系之所以动人，在于他摆脱了传统爱情叙事中依附与拯救的单一模式，转而呈现出一种更具现代意识的情感结构，彼此独立，却又彼此需要，各自完整，同时相互成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并肩而立不再只是浪漫的表达，而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体现。真正成熟的爱情，从来不是谁依赖谁，而是两个人在各自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同时，依然选择同行。
当一部剧能够引发大规模讨论时，它所撬动的从来不只是话题本身，而是一种被长期压抑却始终存在的群体情绪。野河荒长的成功，正是在于它没有急于制造表层的冲突与反转，而是耐心地构建一种可以被相信的情感真实。这种真实，并非简单模仿现实，而是提炼现实中最细腻、最容易被忽视的情感瞬间，让观众在不经意间产生代入感。剧中人物的选择与挣扎，看似是特定情境下的个体行为，实则映照出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共同经历的情感轨迹。那些擦肩而过却未曾挽留的人，那些在关键时刻沉默的自己，那些被时间冲淡却始终留痕的遗憾，都在剧情推进中被重新点亮。观众之所以沉迷，并不是因为剧情有多戏剧化，而是因为它足够像真实人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唤醒层面，而是通过人物关系的推进，给予观众一种温和却坚定的回应。它不强行治愈，也不刻意升华，而是在细水长流的叙述中，让人逐渐理解，遗憾并不意味着失败，错过也不代表终结。有些情感即使未能圆满，也依然拥有存在的意义。正是在这样的表达之下，观众完成了一次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。他们不再只是跟随剧情起伏，而是在情绪共振中重新审视自我。于是，一部剧的影响力便不再局限于屏幕之内，而是延伸到每一个观众真实的生活之中，持续发酵，反复回响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也许正是在这样的陪伴式观看中，我们才慢慢意识到，一部作品真正留下的，并不是某一个爆点剧情，而是那些在心里反复回响的情绪与思考。野河荒长之所以能够引发持续讨论，并不只是因为它讲好了一个重逢的故事，而是在于它让观众重新面对内心深处那些被忽略的情感、遗憾、成长、选择以及迟来的理解。在当下节奏越来越快的娱乐环境中，观众似乎习惯了被刺激驱动，高能反转、密集冲突、话题营销层出不穷。但当热度退去，真正能被记住的，往往还是那些细水长流、打动人心的内容。情绪的真实比情节的夸张更有力量，人物的立体比设定的猎奇更具生命力。这也提醒创作者，比起追逐风口，或许更重要的是回归表达本身。真诚听起来简单，却是最难坚持的创作态度。它意味着不迎合、不敷衍，而是尊重故事、尊重角色，也尊重观众的感受。当一部作品愿意慢下来，认真讲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，观众自然会给予回应。所以，也想再次把问题留给你。你是否也经历过那些来不及说出口，却在后来反复想起的瞬间？你更期待作品带来短暂的刺激，还是长久的情绪共鸣？而你心中的娱乐行业未来，是更快、更热，还是更深、更真？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，也许你的一个观点，就能成为下一段好故事的开始。